加拿大打算用军队向抗议的卡车司机出手，而这轮冲突中谁值得同情，好像已经分不清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2月12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可能是要出动军队了。兵锋所指就是美国加拿大边境。我记得上次加拿大军队这么出动，往美国方向跑，好像是把白宫给烧了。这回呢，特鲁多倒不是要跟美国打架，不过我估计这次骚乱之后，他可能真的想。上个月底开始呢，加拿大就开始出现了大范围、大规模的骚乱情况，领头的呢是大货车司机们，集体开车去加拿大首都抗议，占领道路、阻塞交通、狂按喇叭。而且这个骚乱还继续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这些卡车司机们组成的自由车队堵在加拿大跟美国之间最繁忙的那些个陆上边境口岸，造成了美加之间经济流通大动脉被堵塞，货运量降低了30%，搞的是美国有些企业是产业链中断，造成了严重冲击，停工停产了。拜登跟特鲁多都不干了。2个人商量的结果就是一致认定卡车司机的行动是非法的。拜登让特鲁多赶紧去干点什么。现在呢，安大略省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加拿大政府给这些大货车司机一个最后的时间期限，结果过了时间期限之后，这些司机仍然是堵路不走。特鲁多就说了，拜登的一条腿断了。你想想，一天要损失多少银子，那就要帮着拜登把腿再接上。怎么接？出兵。以后谁再敢堵路，抓起来先关1年，罚款10万加元。但是呢，加拿大这事儿还没完，美国那边也开始了。现在呢，已经有9万个大货车司机注册要加入这个自由车队，打算从南加利福尼亚开始，一路往华盛顿冲。然后呢，法国大货车司机一看美国、加拿大司机都动起来了，就说：“大哥，你是知道我的，这么浪漫跟革命的事儿，我怎么可能不参与？”所以他们开始组织集体去巴黎，现在已经让法国政府开始紧张。这还不算完，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地的司机都纷纷响应，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民主气氛。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美国老电影，电影名字就叫《车队》，内容呢跟今天看到的情形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几个司机开始抗议，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议队伍，公路上大小车辆就形成一条巨大长龙。到最后呢，是美国政府用军警镇压，把领头那个司机的车就炸毁在桥上。电影里边这些司机抗议的原因呢，是当时美国规定公路上限制了货车的行驶速度，而货车司机们就觉得这个速度来运货成本太高。而今天呢，加拿大闹出这趟事儿，是因为来往于加拿大跟美国的卡车司机们又在抱怨，他们反对防疫措施，不希望入境加拿大的时候必须出示新冠疫苗的接种证明。这种理由恐怕是中国老百姓根本没法理解的。接种了疫苗怎么了？出示个证明又怎么了？所以不管多少国家的人在同情加拿大这帮司机，我想我们应该同情不了。而且这么反疫苗的，很可能多数还是支持特朗普、支持共和党的人群。这么折腾拜登政府，你说共和党在背后有没有发挥作用？有没有折腾？关键是这样的人群往往对中国也非常不友好，所以我们更没法同情。那么这次加拿大、美国政府值得同情吗？也不必同情。这种乱象说到底还是他们自己酝酿出来的。比如他们的国民普遍的科学素养怎么培养的？精英社会和底层差距为什么就那么多呢？当年以民主为名鼓动其他国家骚乱的时候，拜登和特鲁多想到今天了吗？所以既然这就是他们的民主，既然加拿大还有这么多老百姓主动给这些司机去送油，可见这还真是反映了他们当地的民意。这种民主，这种反科学的民意，只要别出现在中国，我看我们还真的应该给他们加油喝彩。好，关于到底是应该同情堵路的加拿大司机们，还是应该同情正在倒霉的拜登特鲁多政府，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